看上去，这就是一张随手绘制的地图。这古图不像作旧，不可能是为了愚弄世人，其中必然有它的玄妙。滴一滴血试试。净莲妖火，妖火。这古图不怕火烧？有用，加大火力。双月同现，九星一体，天地潮汐，妖火降世。老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谓双月同现，九星一体，说的是一种特殊的天地景象。但是这种景象每逢1000年才出现一次。景象显现，引发天地潮汐，净莲妖火就会降临世间。1000年出现一次，那岂不是没机会了？算算时间，距离上一次出现这种景象，已经过去997年。也就是说，3年后便会再现双月同现，九星一体。3年后，妖火现世的动静必会引来各方强者，届时谁都有机会找到妖火。萧炎，萧炎！萧炎他，刚才古图中有一缕灵魂之力射入萧炎眉心，先别碰它。怎么了？回答我一个问题：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你多少岁？啊？15啊，老师。老是怕你被一些远古强者的灵魂占据了身体。确实有一团灵魂能量留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已经用灵魂力量试探过了，无法撼动那团东西。好在他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不过，我似乎感应到了净莲妖圣这个信息。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净莲妖圣便是净莲妖火的主人。我曾在古籍上看到过，此人曾是最接近斗帝的存在，但关于他的陨落却毫无记载。看来我眉心里那光团就是这位强者所留。古籍记载，这位净莲妖圣为人磊落，从不屑于无耻手段。那光团应该不会伤害你，说不定还会是你日后收服净莲妖火的关键。但愿如此。不过净莲妖火太强大，就算有外力相助，你无法在3年内突破至斗圣境界。那即便妖火降世，你也只能看着。以我如今的实力，要在3年内突破斗圣，无异于难如登天。我记得你收藏了一枚菩提子吧？只要你能寻得菩提树，借助菩提心之力，便可在3年内达到斗圣层次。莽荒古域地域辽阔，又向来是人类禁地，想找到菩提古树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手里有着一枚菩提子，虽然纯度不高，但却是能够让你对菩提古树有所感应，这便是你的优势。看来这一次，势必要动身前往莽荒古域了。3年时间，到达斗圣，菩提心必须到手。
什么？阁主，这是你们少阁主萧炎。金刚琉璃身果然有独到之处。哦，还想突破？可惜，修炼出来的金刚琉璃体才7丈左右，距离9丈9尺这一巅峰还差得很远。你没事吧？老师，风老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还好我的身体从小便受到天材地宝的淬炼和各种外物刺激，不然像刚才那般强行突破，要是换做一般人，恐怕要爆体而亡了。以你现在的身体，再用鞭子抽你，怕是也没什么用了。想要修炼9丈金身，还需要更加强劲的刺激才行。哎，好了，说正事，已经确认，菩提古树出事之事，的确属实。何时动身？越快越好。你闭关的这半个多月，已经有不少势力进入了莽荒古域。那便现在吧。我跟你去，还有我。天火，就留下和我们一起坐镇星陨阁吧。我这把老骨头正好休息一段时间。接下来，万事只能靠你们自己了。若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，切记不要逞强，捏碎空间玉简，我会立刻赶来。菩提古树的诱惑力太大，即便是那些远古种族都会出手。想要顺利取得菩提心，难度不小。此行对你太过重要，定要万分小心。老师，您放心。不险中求，天火树，我来了！我的，都是我的！先到先得，哪个敢跟老子抢，老子就灭了谁！这些家伙都被菩提古树诱惑得失去理智了。既然他们想当前锋，那就让他们当吧。打听到了，先前进入莽荒古域的那一批人，无一生还，其中甚至有斗尊级别的强者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先跟上去看看情况。这是避毒丹，对着毒障能起到一定的抵抗作用。连斗尊级别都无法抵御这里的毒障。按理说，斗尊用斗气将身体包裹严实，寻常毒气应该无法近身才是。
些雾气并非毒瘴，而是毒虫。毒虫？这些毒虫非常小，数以亿计的组成这种毒瘴，因此能无视斗气护体，随着呼吸进入人体，杀人于无形。我体内的这些毒虫已经被恶难毒体杀死了，可是你们……看来已经有不少毒虫入侵我们体内了。不用担心，交给我。彩铃，你们过来，不要离开我的火烧范围。还好这些毒虫挺惧怕异火。毒虫大多阴寒，异火乃是至阳之烈之物，他们自然怕。走吧。看来，这才算是真正进入了蚂蟥古域。估计距离菩提古树太远，无法感知它的确切位置。但从菩提子反馈的信息来看，大致是那个方向。怎么回事？去看看。那人哪里跑？大家寻机脱战，速去请求救援。是。我来拖住他们。拖住！休想！看来天明宗是想将我等尽数留在此处。老师，现在怎么办？小心！云宗主，你们跑不掉的。到时候你们师徒二人共侍老夫，倒也不失为一段佳话。这个称呼老夫喜欢。要是不无耻，我们天明宗怎么能偷袭得如此顺利？趁我们与凶手缠斗时出手偷袭，害得我花宗多名长老丧命，此仇必报。希望逃出的弟子能尽快找到援助。云宗主，我天明宗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不珍惜，怎么能怪我们呢？怎么，云宗主还奢望派出去的弟子
能给你搬来救兵不成？你将他们怎么了？我天明宗这么多弟子，当然全都……别废话了，天明宗弟子听令，除了云韵师徒，其他弟子归你们了。嫣然，我来拖住天明宗的人，你找机会赶紧走。老师，您呢？我身为花宗宗主，绝不能辱没花宗声誉，就是死也要拉他们来垫背。花宗听令，与嫣然一起立刻突围，我来留下殿后。事到如今，弟子绝不愿苟活，愿陪老师厮杀到底。女宗主公错了！你这傻孩子！白费力气，反正最后都会被我……畜生，住口！云宗主，别挣扎了，与我半领双修，岂不快哉？嫣然，这么关心，那我就送你去见他。哎呀！云韵宗主，你现在充满斗志的样子，真让我心痒。也不知被柳宗主调教过后，是否会更加诱人。得此美人儿，老夫乐意受累调教一二。做梦！想自爆可没那么容易。云宗主，别急呀、你要是死了，我的那些调教手段就只能对你的徒弟用了。嫣然，老师。你这个贱人，竟然！天明宗的狗，还是这么惹人嫌。找死！老夫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来路，居然敢插手我天明宗的事！大明龙拳！那人是何方神圣？
宗主竟然一拳都接不下来。天明宗所有人听令，随本宗一起出手，灭了这个怪物！快走吧！混蛋！带本宗回去，必叫你们这帮临阵脱逃的废物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感谢阁下出手相救。你是美杜莎女王？云韵，萧炎。老师，我们回来了。联盟那边我都已经安置妥当了。这是？他是潇潇，潇潇，快来见过师公。小丫头体内竟有一丝梦气，不错，有成为炼药师的潜力。潇潇，告诉我，你还有哪些本领呀？哦，竟是木火双重属性。没事。只是斗气失控罢了。我会教你如何将这些力量练得炉火纯青。让你做整个斗气大陆最强的小姑娘，好不好？潇潇日后就由我来亲自培养吧。多谢药老前辈。那就有劳老师了。这次魂殿派了2位天尊来对付炎盟，足以说明魂殿对炎盟势在必得。弟子明白，此战虽了，但炎盟不能掉以轻心。好了，你也不必过于担忧。这是为师这段时间派人绘制的，你看看。这些城市
就像当年的云岚宗一般，都被魂殿所掌控。从魂殿开始加紧收集灵魂体来看，似乎在酝酿一个极大的阴谋。魂殿这些家伙，究竟想要干什么？魂殿素来诡异莫测，他们此番作为，必有阴谋。只有半个月，空间交易会就会开启，届时净莲妖火的最后一块残头将会现世。魂殿对异火虎视眈眈，我们必须抢在魂殿之前动手。无论如何，净莲妖火必须到手。4份地图残片，我们已有3份，最后1份也会是我们的。3日后，我们提前出发前往空间交易会。他睡着了吗？嘘。中州不比西北大陆，这里各方势力龙盘虎踞，关系错综复杂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们。为什么一定要你来保护？放心吧，我也会变强，强到足以守护我想守护的一切。将士们，拿起武器，血战到底！很晚了，你先休息吧。啊，差点忘了，这是老师炼制的灵液，可以帮小家伙更好的控制斗气。空间交易会居然会在如此荒凉的地方。虽看起来荒凉，但仔细感应，这里面可有不少强悍气息。这荒漠中竟有不下100道气息，实力最差的也是3星斗尊。如此数量的强者，主办方难道不担心有人强抢？空间交易会作为斗气大陆最高端的交易，是由地行宗、空玄门和剑宝山3宗联合主办并维持秩序。有这3个大势力镇压，空间交易会很少出现强抢的情况，即使偶有发生，也会被迅速制裁。这些人的气息都好强横。放心，真有不长眼的前来挑事，那倒是稀罕事。不愧是中州最高端的交易会，竟然单独建立了一个空间。话是这么说，只不过也免不了投机之人趁着第一交易会的名号鱼目混珠。你们要擦亮眼睛。好了，你们先自己逛逛，我去前面看看。我们进去吧。太玄诀，地阶高级功法。来来来，化形丹，7品高级丹药啊！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！万宁血灵山，嘿嘿。
七彩原石。这位先生，这七彩原石如何置换？看这几位打扮不像一般人，哼，先出个高价，摸摸他们的底细。2枚3色丹雷以上的8品丹药。啊！这家伙心也太黑了，成交！欺负人不识货吗？对呀。多谢。我的天哪，那可是2枚3色丹雷的8品丹药，一翻手就拿出来的这些是什么人啊？好酷处！我们再继续逛逛，看样子这里好东西不少。难道我眼拙了？明明只是七彩原石，那小子怎么这么果断？这丹药难道是假的？不对呀，药香浓郁，莫非那石头还有其他妙用？哎呀，可恶啊，卖得太便宜了！这个还有这个，好嘞。这块原石对你有用？七彩原石诞生在七彩吞天蟒陨落之地，对我而言是大补之物。但其实七彩吞天蟒真正的巅峰是9彩吞天蟒，而七彩原石之上是8彩，甚至9彩原石。7彩只是这种原石的表象，要看出究竟是几彩，必须使用七彩吞天蟒的血液才行。可惜，只是8彩原石，要是9彩的话，那可就捡漏了。已经是意外之喜了，萧炎，谢谢你。你我之间客气什么？去跟老师会合吧。嗯。请。我们进去吧。这密室是3大势力特制的，能防御别人的探测。感谢各位不辞万里前来参加本届空间交易会。相信在座的各位已将交易会的竟是9转斗尊巅峰。这位是宝剑山的山主宝山老人，他如今距离半圣只有1步之遥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这一届的空间交易会吧。下面我们拍卖此次空间交易会的第1件物品——天妖黄翼。这天妖黄翼，据委托人所言，得自于一位负伤陨落的天妖皇族强者，其中蕴含何等能量，无需老夫多言，开始竞价吧。本尊先开个好头，1枚3色丹雷5品丹药。老夫出1枚5色丹雷6品丹药。我出2枚，老夫出3枚。恭喜这位朋友，拍得天妖黄翼。之前给我带来不少麻烦的天妖黄翼，在这竟能随意拍卖。接下来的拍品乃是一则天阶斗技。天阶斗技，好东西！我出1枚6品丹药。哼，
2枚7品丹药，本尊要了。该死！1枚3色丹雷8品丹药。天阶低级斗技金刚琉璃体已拍出，接下来的拍品名为天幽毒典，起拍价是与之价值相当的丹药。我出2枚3色丹雷的8品丹药，我出4枚，我出2枚4色丹雷的8品丹药，3枚4色丹雷8品丹药。这卷毒经，我用2枚5色丹雷的8品丹药来换。啊？什么？这毒经虽然稀有，但也不止这么多呀！此人是何方神圣啊？此刻，应该有不下100道的目光盯向了我们的密室。成交。谢谢你，小野。此次交易会倒数第2件拍品，想必我也不用多做介绍了。它就是净莲妖火残图。我出3枚6色丹雷的8品丹药。我出4枚6色丹雷的8品丹药。我出下5枚。我出6枚。1枚。我出9枚。我出5枚7色丹雷8品丹药。什么？5枚7色丹雷8品丹药，这还当真啊？算了，8枚7色丹雷8品丹药，1枚8色丹雷8品丹药。8色丹雷。我出3枚8色丹雷8品丹药。我出5枚。小心，这人也是快要踏进半圣的强者。1枚9色丹雷丹药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9色丹雷的丹药。恭喜这位朋友，交易完成，这张残图归你了。那神秘人的实力不弱，小心他们会后动手脚，一定将图收好。没想到这净莲妖火残图都只能屈居第2啊！是啊，真不知那最后一件拍品是何宝物。我们此次空间交易会的最后一件拍品，并非物品，而是一则情报，而且是第1手消息。放心，这个情报不会收取任何报酬，只是因为有可能引起不小的轰动，故而放在最后。想必诸位都对菩提古树有所耳闻。菩提古树又称智慧轮回树，乃斗气大陆排名前3的天才地宝。此树1000年生长一轮，待得拥有100轮时方才成熟。据说菩提古树每1000年出现一次，每次出现后便会深藏地心，任何人都找不到它。而得之者可立地成圣。我所掌握的情报就和菩提古树有关。菩提古树，难怪要放到最后宣布。就算是菩提古树的只言片语，也确实足够轰动了。菩提古树现实地点在莽荒古域中，那里是斗气大陆最为古老凶险的禁地。不过各位应该明白，凶险伴随着机遇。难怪这老家伙会将这种情报放出来，他们是想吸引更多的人过去，好浑水摸鱼。无法达到的高度。菩提古树现世难得，不过当务之急，还是先将净莲妖火残图带回星云阁。情报已经给大家了，这次的空间交易会顺利结束，多谢各位的捧场。快走，我们被人给盯上了。老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想得到我的独家福利吗？关注斗破苍穹公众号，还有更多精彩斗破苍穹动画独家爆料，我在这里等你来挑战。